今天白天下了一场雨，后面还有更多的雨天。我利用这个空档呢，到菜地来上一点肥，收一些菜，修一下枝。因为下雨的时候不适合采摘和修剪，夏季的蔬菜正好需要补肥了。前一段时间温度比较高，不方便施肥。那下雨以前呢，我们可以施一些颗粒的缓释肥。下雨的时候就相当于慢慢的薄肥勤施。3种红枫林现在有好几串已经完全熟了，补一点肥，上面还有果实不少。这2天呢，西红柿长得飞快，一定要合适的修剪，不然的话通风不好，容易有真菌类的感染。为了防止鸟来吃我的西红柿，我在上面放了一点反光带，对鸟有一定的驱避作用。So far， 看到这些红透的红枫林都还没有鸟来啄，悄悄啊。今年的小西红柿呢，红枫林是最早熟的，它的个头也不小，比较甜，也有酸味，复合味很好，所以这个红枫林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到时候再问一下朋友尝一下。今天我把整个一串把它摘了，这个是王老师的，我尝了一下，这个味道很正，非常好。我希望它还能再多结一点。这个呢是幸福种子公司的，也很甜，皮比较厚。这个是村上的，这个味道也不错，结的不少，上面还有不少果实。村上的好像后劲比较足，你看它这个上来，这个杆子啊比较粗，上面还有不少果实。这个幸福的话呢，好像一穗果里边比较多的果实，但是它的杆子比较细，好像还是王老师那个最甜的。这里你看到的是从 Rare Seed 买的 Atomic 原装种子，不同的时候买的，种出来呢就不一样。这个是看上去还蛮正宗的，已经开始有点发金黄色了。那我原装的第1年种的那包种子种出来的好像比我那年种的还要大。这个主干上1穗果、2穗果、3穗果、4、5、6、7，差不多可以打顶了。争取把这里已经坐住的果长好，营养跟上。这个 Atomic 原子弹西红柿，如果是完全成熟的话，非常好吃，但是它的生长期比较长，所以这个品种呢要早一点育苗，早一点下地。修枝的时候要更加注重在几个主干上，要把侧枝打得狠一点。上面的这些果实可能没有时间成熟，在一定的时间打顶打侧枝，把已经看到的这些果实你让它有时间成熟。比如说你这一串要1个多月才成熟，要到8月份了，你要算一下你的时间，什么时候拉秧，能不能在拉秧以前完全成熟。还有呢就是蔬果，如果你看到这个形状不太好，我就不要了。这个梦想青田开始转色了，这种颜色可以吃了吗？要等它完全黄了还是青的就可以吃呢？我尝尝看啊。可能是没有熟，没有尝到它的甜味。这个光线比较好，因为是在一排西红柿的头1颗。那第2颗呢就是 Too Tasty。Too Tasty 是比较像 Atomic 的品种，口味也是到熟透了好吃，光线好的话会口味更好。这个转基因的现在挂果了不少，虽然我留的枝不是很多，它每一串果实还是挺
多的，不知道它可以长到多大。前2天插枝的，现在已经精神抖擞了。现在这里有3枝，那这个侧枝看到了就抹。有的时候你不打的话，它会长得非常的 crazy。我今天狠狠地打了一下，趁现在没有雨把它打了一下。现在我整理了一下以后，每个枝都有支撑，每个枝都支撑了，然后这条过道还能走过来，方便的通过。那底下的叶子都有比较好的通风。这里有好多品种的西红柿，今年新试的，这个是中型的 Dark Start， 觉得好吃了再推荐给大家。Sakura 也红了，这个跟红枫林比较像，生长的习惯和口味都跟红枫林比较像，是温室比较喜欢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甜度还是不如红枫林。这个是 Citron， 我看看啊，这个品种还不错，有点酸，总体感觉好像还是小了一点。这个大小有点像 Honeycomb 了，复合味不错，但是个头好像小了一点，味道也有点偏酸。我希望就是夏天的时候完全熟的话，它甜度再上去一点。这个品种的小西兰花、西兰苔，它的主干上出来的这个苔比较大，像一个大的西兰花，很好。叶子不是很大，这个花头呢还蛮大的，一下子可以摘很多，可以吃一顿。但是它的缺点吧，你如果摘了以后，它的侧苔可能就比较小。比如说前2天我把这个摘掉了，那它的侧苔出来的就比较慢，我再观察一下吧。在一个菜友的菜地看到有一个品种啊，更加像西兰花，长得很矮，侧苔很多。我要问它是什么品种，明年种一下。这个呢也不错，就是长得比较高，如果只收1次的话呢也还不错。侧苔呢如果需要等很长时间才收的话，就不是太理想了。那这里呢也有我的 Asperbrook 的西兰苔，这个品种呢侧苔还算可以，就是没有主苔那么粗，这个口味还是不错的。撇兰也差不多可以收了，这个头还是蛮大的。我再补一点钾肥吧，让它长得大一点。用什么补呢？加一点草木灰或者是 tomato tongue。种苋菜呢，我一般喜欢直播、调播、直播。前2天把一些大的苗接苗，现在呢剩下的那些又长起来了。我的长江豆也开始爬上架了。左边的韩国南瓜现在开始结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坐住。有不少雌花，希望它在罢工之前给我接一点南瓜。如果有钻心虫的话，它某一天突然就罢工了。现在目前还可以。这个地方上周的时候还很小的西葫芦，现在一下子就结了那么多了。这个大的要摘了。这个品种好像比较直立，它自己好像能够站住一样，已经够大了，这个可以吃一顿了。西葫芦如果你不及时采的话，它可能就会罢工了。及时的采，让它后面还不断的结瓜。今年呢，我还种了一点洋葱。这个洋葱的品种呢，好像是比较耐储存的，不是很大，但是看着很开心啊。这2天长得很快，前2天还没注意它已经膨大了，那我再加一点钾肥吧。洋葱我还是第1次种，看起来还挺不错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我今年种了很多的生菜，收一批种一批，源源不断，当 ground cover， 像花儿一样的，很漂亮。这个刚刚种下几周吧。这个品种呢是挺漂亮的，这个品种呢特别的脆，
我们那天 party 的时候拿去，大家就把这个叶子包了烤的肉，很好吃，甜甜的，这个味道比这个更加甜一点，都很好吃，而且也很好看。它要往上长的话，站起来了，就说明它快要拔掉了。小的时候呢是这样的，这个像花一样的，又好吃又好看。一般都是想吃的时候就来割一个，我把根也留在里边了。收了以后有空档呢，我在这个地方呢种了大白菜。这个品种呢是比较抗抽苔的，所以夏天它也不会急着抽苔，而且呢它抗根种病。我这块地里边有根种病。春天以来呢，我一直种的是生菜，这里是辣椒，没有种十字花科的蔬菜。既然它是抗根种病的品种，我就试试在这儿种。有根种病的地方，我的锹也是专门的，这个铲子也是专门在这块地里边的，避免互相传染。这个辣椒种在这儿有一个好处啊，我这是拱棚的一边，需要扶持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用这个来绑一下。朋友给的这颗紫色的花椰菜也终于结了，有点散，这个也要收了。很占地方，这里没有，这个地方也有根种病了。我再把这颗生菜也收了。生菜没有根种病，就是十字花科的有。放不下，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篮子了。